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Logan 的频道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摩顿岛，但是呢，在摩顿岛 Logan 太专注于享受了，所以我就没有留下很多的照片跟影片，所以大家只好看一下环澳的景点。但是我的故事是真的。摩顿岛呢，它世界上第3大的沙岛，位于澳洲布里斯本东边的一座小岛，在这里呢，你能体验到喂海豚、跟沉船浮潜，还有独木舟。当然，最后最重要的就是 Logan 此行的目的——滑沙。但是呢 ，Logan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，你如果想要滑沙的朋友，一定要看天气预报。因为如果它有下雨的话，是不会有滑沙这个行程的。你当初跟旅行社签订的是，如果因为下雨，它可以改变行程成另外的行程给你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体验到滑沙啦。很多人都听过滑雪啊、滑水啊，什么是滑沙呢？其实 Logan 在到澳洲之前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滑沙，因为 Logan 我在台湾就是一个社畜，整天埋头苦干，就在那边工作而已，也没有很多机会可以出去玩。所以 Logan 我是在到了澳洲之后，因为周围很多外国朋友嘛，渐渐改变了想法，从原本在台湾的生活是为了工作，变成在澳洲的工作是为了生活，才学会怎样去享受我自己的人生。毕竟人生就是一条单行道，你不可能往后走啊，你顶多就是在你当下的时候尽情去享受。很多事情你当下不做，当你错过之后，你要再去弥补的话，你就要花很多的钱跟时间才能去弥补。像我现在就不可能再重新飞回澳洲去嘛。如果说我 YouTube 有做起来，我一定会回去澳洲再环澳一次。只是我觉得机会渺茫啊，毕竟我长得又不帅又没钱，这个世界就是要么看脸，要么看钱。不好意思，我都没有，所以只好在这里说说故事给大家听啦。好，回归正题。摩顿岛呢是 Logan 我参加旅行团的一日游去的活动。早上呢，我先到布里斯本市区，他会指定一个位置传给你说，哦，你几点要到这里集合，然后集合的到那边，他会确认你的票，你要把票印出来，然后就上车了。他会载你到港口去搭船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坐着车上船啦。你没有听错，就是直接坐在车上就开到船上啦，非常特别，因为在台湾很少。我有遇过机车的啦，汽车的好像也有，但是平常大家是不太会有这个经历的。我记得在高雄吧，高雄有，那时候好像去旗津，中间有要搭船的。所以等车子上船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下车跑到船上去啦。船上呢，它还有餐厅。Logan 买的套票里面，它还有给你饮料券，你可以去跟他换饮料。剩下吃的呢，就要自己掏钱啦。Logan 我就在那边买个简单的吐司当早餐嗑一嗑，嗑完了我就到外面去看看海景。整个搭船的时间呢，大概是1个多小时，大概70-80分钟左右。当你靠近摩顿岛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它很漂亮、很干净的海，也可以开始看到它的沉船。沉船就是大家去摩顿岛很重要的一环，很多人都会在那边浮潜啊、潜水啊。而在船上呢，也会有解说员跟你讲解说摩顿岛跟沉船的故事。在这里 Logan 就不爆雷啦，而且我也早就忘记了，因为太久以前。在摩顿岛的行程顺序就是，你上午先去滑沙，滑沙完吃午餐，午餐吃完呢，你可以去浮潜跟划独木舟，玻璃的哦，你可以看到下面。最后就是喂海豚之后就回去啦。有供午餐，但是没有供晚餐，所以首先呢，他就是直接开车下船，然后就把我们载到沙丘旁的停车场。之后一个人发给你一个木板，木板还不小，Logan我170，所以木板大概是150公分长，然后宽的话大概是40公分，就带你走到沙丘上，找到好的位置就
一个一个让你滑下去。怎么滑呢？你就是要趴在木板上，诀窍就是你要把木板这样拉起来，拉靠近你的胸部，这样木板会有个曲线，这样你在滑的时候就不会跌了狗吃屎。他会先确认你会做好这个动作之后，他就开始助你一脚之力。男生的话有一些比较衰的，他就直接一脚踹屁股把你踹下去；女生的话温柔一点，踹脚底把你踹下去的。Logan 我刚好可能他们怕种族歧视之类的，因为我是黄种人嘛，我也不是白种人，所以他们也是踹我的鞋子把我送下去的。整个滑沙下来的感想呢，时速大概可以到50-60，就靠一个木板哦。边滑因为刺激我就边叫，最后呢这样沿路叫下来，我就吃了满嘴沙所以大家可以在 Logan 这里学到血淋淋的教训。如果你要去滑沙的话，第一个你一定要戴墨镜，第二个请你戴面罩，基本上就一块布啦，很多外国人会可以把它绑在脖子当装饰，然后一拉起来绑着就变成面罩了，所以一定要戴，不然就会灰头土脸又吃得满嘴沙。滑完沙呢，他就带你去吃午餐。午餐其实我那时候是比较简略啦，他就是到一个位置，那边已经有人摆好桌子在做三明治给大家吃，所以就三明治配饮料，这样让你解决你的午餐。因为我们不是5星级旅游团，可以去餐厅吃什么高级，因为花的钱不多嘛，100多而已，所以呢可以填饱肚子就不错了。下午呢，整团人他会分成2边，看你是要先去浮潜，还是先去划玻璃船。Logan 我是选择先去浮潜，所以我就穿好救生衣，带好浮潜用的装备，面罩、呼吸管，就跟着导游开始从岸边下去游到沉船的位置。他先带你去看沉船，然后呢，他就会带你到一个空旷的位置，给大家一个面包。为什么要给面包呢？你已经吃过午餐，不是给你吃的，它是要让你体验喂鱼的乐趣。他会先示范给你看，基本上你就拿了面包到他找好的位置，只要头往下，你就看到一堆鱼在那边。然后那个导游呢，他是没有穿救生衣的，他直接用潜水衣，所以他可以往下潜。我们穿救生衣没有办法啦，所以他就潜下去，然后你就看到鱼绕着它在吃它的面包，整个人就是被鱼包起来，变成一团鱼在那里，真的很漂亮。后面他就让我们自己体验啦，我们就也是手放在下面，头就往下看，真的还蛮好玩又漂亮，而且那里的水超干净，非常适合旅游。可惜的是，当初 Logan 我去的时候，我的防水壳刚好坏掉啦。所以我的手机当下不防水，我就没有特别带去浮潜那里去拍那些照片影片，非常的遗憾，堆心瓜那一种，真的。所以建议大家出游前一定要好好的检查你的装备，这样你就可以帮你的人生做下记录。所以 Logan 我呢就只能残念啦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大家，一定要先准备好你的拍摄装备，才不会到时候要拍的时候像 Logan 我一样。在浮潜喂完鱼完了之后 ，Logan 我就准备要去划船啦。但是在划船之前有个插曲，我们回到岸上在休息等的时候，通常旅行团他会先把他要给客人划的船都固定在岸边，然后我就遇到了刚好有3个人。也是背包客，要来跟旅行团的员工讨论一下，可不可以借个船去划一下、玩一下？因为他看他们很多船在那边，当然员工就跟他们讲没有办法，因为客人随时都要用，所以说他们就没有借到就走啦。然后我在那边等的时候，休息的时候，就看到有船没有固定好。飘走了3艘，然后那一个女的背包客就冲去要把那个船拉回来，但是她只有1个人，只有2只手，她当下只能拉到2个玻璃船。她的2个男生的背包客同伴就在沙滩上，就跟那一个女的说，他们都不借船了，你为什么要帮忙？2个就开始唱起非常著名的歌《Let It Go》。
那个画面真的是整个没有违和感，他们边唱我边笑。后来那个女生也放弃了，因为她只有2只手，然后还是会有其他的船跑掉，她就干脆放手就回来沙滩上。当然后面呢，旅行团的员工他是有跟别的团去借水上摩托车去把船拉回来，但这个画面真的是在我脑海里久久不散，到现在想起就真的很好笑。当然 Logan 我是音痴，要是唱出来的话，大家应该都直接把这影片关掉，以后再也不看了。因为我的歌声非常的恐怖，比高嘉瑜还要恐怖。好啦，回到我们的划船，划船呢是2个人一组的，所以呢 Logan 我就非常好运的认识了一位台湾美女，叫做 Doreen。毕竟台湾人去澳洲男女的比例是2比8嘛，你要遇到男的也是有难度的，大部分都是遇到女的。我就跟美女一起划船，因为我们想要拍摄自己划船的样子，跟前面拍就会变成哦，她划前面，她一拍她脸就看起来特别大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请隔壁船的韩国美女帮忙拍。Logan 我就划过去，然后请她说帮我们拍照。拍完照之后，我就顺便问她说要不要也帮你们拍个照。他们一定说好的嘛，就帮他们拍照。拍完照呢，当然是跟他们要联络方式，才能把照片给人家嘛。这样又认识了2个韩国美女，这一招大家都学会了吗？所以呢，你在国外就要改变一下。如果你在台湾像 Logan 我一样是一个内向的社畜，也可以趁到澳洲的这一次机会，去让自己改变一下，变得更外向。也认识更多的朋友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争取以后你出国玩都有免费的导游啊。像 Logan 我去意大利玩，就有意大利的朋友招待，从佛罗伦斯到米兰都是住朋友家，当然他们有到台湾也都是我招待啦，互相嘛。最后呢，就是喂海豚啦。那喂海豚呢，其实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它不是那种水族馆或是海洋博物馆之类的，它就是在野外专门的人士把海豚引到离沙滩比较近的浅水区，在那边喂海豚。你就可以去那边，他教你怎么喂海豚，然后可以摸海豚的哪个部位，跟海豚玩啊，拍照啊。请大家一定要依照专业人士的说明去跟海豚做交流互动，不要伤害到我们非常可爱的海豚啊。最后就是搭船回去啦。整体下来 ，Logan 觉得这个行程真的是物超所值啦。因为你一整天一日游这么多行程，费用多少呢？其实不到你澳洲1天的薪水。Logan 澳洲1天的薪水，那时候200块换算澳币，现在的话就是22嘛，4000多。他一整天下来，加上我自己买吃的，顶多160、170而已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划算。好啦，以上就是 Logan 摩顿岛的故事，大家不要忘记帮 Logan 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啦，ciao。